你有听过类似要是太在乎就输了这样的话吗？这样的话听起来有一点共鸣，但是又是为什么呢？今天在西安家家，我们要用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人的得失心。好，如果我给你两个选择，选择 A 有 50% 的几率你可以得到2万块，另外 50% 的几率什么都没有。选择 B 呢，则是100%的几率我给你1万块。既然这两个选项的预期回报是一样的，那么多数人会选择没有风险的 B 选项。再换一题，选择 A 有 50% 的几率你会失去2万块，另外 50% 的几率毫发无伤。选择 B 呢，则是100%的几率你会失去1万块。虽然这两个选项的预期回报还是一样的，但是选择 B 看起来是不是没那么好了呢？选择 A 虽然有风险，但是你是不是觉得也许我该冒个险呢？研究证明当所谓回报是负面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选择冒险。以色列美籍经济学家 Daniel Kahneman 提出的展望理论中阐述了一个概念，叫做损失规避 （loss aversion）。意思是说呢，即便金钱本身是一样的，人对于输和赢的感受非常不同。Kahneman 的研究用这个曲线图来表示，横轴呢是给研究参与者的奖励金额或是惩罚金额，纵轴是参与者心里面的一个价值感受。就发现失去奖金的痛苦程度通常比得到同等奖金的快乐程度来得大。总结就是，生而为人，我们真的很不喜欢输的感觉。输的感觉让我们容易不理智，想方设法的去避免它，却不知不觉承担了更大的风险。经济学家 Alison Schrager 发现，能够意识到损失规避的人，在逆境和顺境中都能够做出具有水准的表现。他以著名的德州扑克玩家 Phil Hellmuth 作为例子。Phil Hellmuth 是世界扑克大赛的纪录保持者，却也是著名的坏脾气。但是 Phil 很早就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察，他发现竞争对手在输的时候更容易大赌一把。他也意识到自己天生是一个很暴躁的人，所以如果不好好控制，也会非常容易的受到情绪影响。因此，他其实非常自律的去控制这种天性，给自己下注的金额定下了严格的规定，所以无论心情如何，他都会提醒自己，即便输了，也要按着正常的打法，不一定要出牌。所以说，我们懂得了损失规避的人性，可以试着不受情绪的绑架，像 Phil 一样，无论此时在手上是好牌还是烂牌，都能够以理性在人生的牌桌上打出水准哦。如果你也觉得行为经济学很有趣，请你给我们留个言，订阅一下哦。向佳佳，我们下次见喽。